炎热的夏天，在广州街头，有这么一群人在天桥下躺着，看起来无精打采，面黄肌瘦。他们不是普通的打工仔、流浪汉，而是一个瘾君子群体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毒品让他们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宁愿去偷去抢，被打得半死也要吸上这么一口。他们不断挣扎在生死边缘，徘徊在堕落与自我拯救之间。有时他们的毒瘾犯了，也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直接拿出工具解馋，下一秒仿佛已经和外界的车水马龙隔绝了，飘飘然地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这个瘦高个儿的男人叫阿龙，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。他是这一片供货的，人们都叫他龙哥。天桥下的一个小伙儿毒瘾犯了，对着龙哥求救，向他借钱买毒品。龙哥想都没想，就给了他25元。但小伙的同伴因为吸食过量，眼看着就要挺不过去了。龙哥熟练地拿出电话号码，替天桥下垂死的瘾君子寻找远方的家人。儿子刘振福在广州快死了。龙哥是个吸毒的，也是个贩毒的，同时也是仗义的。周围的小弟们，谁毒瘾犯了，生不如死的时候，都可以到他的烂尾楼里吸一口。这群人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。警察严查吸毒贩毒，龙哥所在的烂尾楼也被控制了。一夜之间，里面的人都消失了。导演本来以为他再也见不到龙哥了，但是半年后，龙哥主动联系了导演周浩，而此时的他已经十分落魄了。在饭桌上，他提到了周浩的好，说不管他们两人是朋友也好，是相互利用也罢，周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，他打心底里感谢周浩，俨然一副要改邪归正的样子。龙哥在镜头前也一直是称职的，他清楚地知道周浩想拍什么，所以吃完饭他就带着周浩去到他和毒贩交易的场地秘密拍摄。等一下我带你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把摄像机拿出。拿到货的他也迫不及待地堆到角落里吸食，眼神涣散的他还信誓旦旦地和周浩说，明天我就戒了，还让周浩监督他，即使自己混得不怎么样，也不忘那些同病相怜的人。龙哥还是那天周浩在天桥下看见的龙哥，总是无偿救济落魄的瘾君子。同伴们评价龙哥为垃圾中的精英。现在的龙哥也不像以前那么风光了，也就比天桥下的那群瘾君子多了个阿俊。阿俊是龙哥的女朋友，他们俩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，7、8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，全然没有隐私可言。镜头前这个瘾君子是和龙哥住在一个房间里的，人们都爱叫他迷糊。迷糊靠着偷窃为生，也没有什么人生目标。他告诉周浩，当吸毒的拿货被警察抓住，他们就会先把毒品吞下去，然后再吞个像刀片之类的东西，警察就不敢收留他们了，只能放他们走。今天迷糊就是靠吞了个打火机才被放出来的。他们就这样吸毒拿货被抓，然后再靠吞东西求自由，周而复始，乐此不疲。迷糊嘴上整天念叨着明天就去戒毒，但之后几天他还是不停地吸食。吸上的时候，戒毒的事情也就被抛之脑后了。这就是瘾君子的生活，吸毒是今天的事，戒毒就是明天的事。明天我就要戒毒，这句话说多了也就没人信了。刚刚吸完毒的迷糊又晃悠悠地念叨说明天就戒毒。刚好从镜头闪过的同住的女人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讽刺地说，死了算了。迷糊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，恍恍惚惚地端起自己心爱的鱼缸，来到洗手间里给小鱼换水喂食。他讪笑一声，背对镜头嘟囔着，这也是一条生命啊，像是在说金鱼，也像是在说自己。这么年轻的生命才刚刚开始，就要面临凋谢，真让人唏嘘。龙哥其实也不像镜头里一样老实。在小旅馆和他同住的舍友告诉周浩，导演组不在的时候，龙哥和阿俊还在偷偷吸毒，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龙哥慢慢坠落，直至身陷囹圄。龙哥每次的信誓旦旦，在毒瘾面前是那么的不值一提，用偷东西、抢东西的钱去买毒品，没钱了就再去抢，再去偷，循环往复，直到他生命的尽头。这也是许多瘾君子的一生。不同于其他瘾君子的形单影只，龙哥到哪儿都有阿俊的陪伴。但是显然，龙哥不是个会负责任的男人。阿俊每次出现在镜头前，都是哭红的双眼。快40岁了，他没能拥有稳定的住所，为了龙哥，他还失去了当母亲的权利。阿俊还提到被自己拒绝的前男友，他事业有成，对阿俊一片痴情。但是阿俊依然选择跟着龙哥漂泊受苦。毒品腐蚀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，更是他的意志和灵魂。龙哥和阿俊就这样相互依偎着，在繁华都市的底层，在自我救赎和自我放弃中挣扎。在旅馆没了的1个月后，龙哥又联系上了周浩，他拿出了一个相机要送给周浩，作为感谢他的一个礼物。
还特意强调相机不是抢的，而是在商场偷的。他朋友600元要买，他都没卖。周浩当然不可能要的。龙哥自尊心受挫，说周浩离开这个门就不要和他联系了。走出这个门了，以后咱俩没必要联系了。话虽然说得狠，但此后每次他有困难的时候，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周浩。有一次，他去商场偷化妆品，被人家逮住，打了个半死。周浩来了，龙哥就开始卖惨，还说着自己烂命一条没什么，但是不能让阿俊一个女人睡在街头吧，暗示周浩该帮他交房租了。无奈周浩又去给他交了1个月的房租，他又约了周浩，这次是他去医院偷窃，身上的2800块都被没收了。他推了刀片才被放了出来。龙哥一看见周浩就哭了，声音哽咽，诉说着偷盗的过程，还说想到周浩晚上大老远的赶过来看他，自己就感动得想哭。龙哥还低头摆弄着钱包，嘀咕着医生说马上要做手术，没钱拿什么做呢？见周浩没什么表示，就又使出老套路，搬出女友阿俊，暗示周浩借钱给他。为了排除刀片，他还生吃韭菜，当着周浩的面对着垃圾桶吐血。与吸毒人员交谈是一件非常考验智慧的事，因为他们通过对话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状态全部被毒品扭曲，要学会听出这些话的话外之音。龙哥那次不是真的吐血，而是抽出了自己的血含在嘴里假装吐血。要不是阿俊最后离开时告诉周浩他们，大家还都被蒙在鼓里。这个男人的真真假假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但不得不说，龙哥不仅是位很懂人心的劝导专家，更是位演技高超的演员。周浩虽然心好，但也不傻，跟拍2年，对于龙哥的套路也了解了些。后面拍摄时，他也不会多带钱，给龙哥点钱也只是为了纪录片的拍摄。龙哥心里也清楚得很，年30那天，压倒阿俊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落下了。龙哥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跑了，还拿走了他所有的钱。伤心的阿俊面对镜头，又是红肿的眼睛。他说自己的人生好像就是一个等字，他总是在等。那天他决定不再等龙哥了，因为阿俊找到了另一个归宿。大家目送他离开了广州。就这样，龙哥在自己的前半生失去了亲情、友情，现在还失去了爱情。等周浩在听见龙哥的消息时，他已经在看守所了。原来在2006年，贪心的龙哥想要干票大的，结果在云南瑞丽被警察抓获，并且从他的背包里搜出680克的海洛因。龙哥一审被判处死刑，不过这个男人也是命硬。2007年，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案情，龙哥又被改判死缓，但是至少还要服刑14年。被关在监狱里，也许才是他最好的下场。2004年，周浩在广州日报上读到一条烂尾楼里有吸毒者的消息，决定带着相机过去看看。历时3年，拍下了这部《龙哥》。周浩作为拍摄导演，又或者是以朋友的身份，不止一次劝诫龙哥要戒毒，回老家做点正事儿，顶多是面子上不好过，但起码这辈子还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但是，一旦沾上毒品，能脱身的有几个呢？龙哥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的边缘人，并不单单是因为吸毒伴随着违法犯罪、精神堕落、疾病缠身，而是他们扭曲的生活、空虚的精神世界、腐朽的人生。人们惯常所讲的世界观，在吸毒者那里已然全盘崩塌。他们存在的意义只剩下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再扎一针，再吸一口。阿龙今年知道37了，后悔过吗？后悔事情就是说不应该离开家，最后悔的不应该离开家。怎么说呢？我一直希望有家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很单纯的，但是有些情况我和人家不是朋友。在我心目中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人，但是总跨社会也是几十年了，20多年了。但是有些事情嘛，也许或许我的人帮他们一般就特别小，所以说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结果，也没有太好的事实，所以说一直也许就是想去说后悔不做到了，也许这些是我对我的报应。这里是普通人实录，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生活，感谢你的关注。